兰家吃饱喝足，又头脑清醒了的兰若若，靠着沙发的椅背，回想起占为今天的举动，她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父母饭后早就出去散步了，那是父母养生的习惯，每天3餐后坐上10几分钟后，父母就会携手出屋，在别墅区里散步至少半个小时才会回来。爷爷一把年纪了，平时还要在公司里坐镇，一把年纪了还在为家族的未来努力着，而他的儿子却早早就退休了，得亏孙辈有本事能帮他分摊重担，所以老人家到了周末，要么在家里休息，要么就约上几个老友一起打牌、下棋。若没有娱乐项目，就催婚，催了这个又催那个。身为他的孙辈，个个都盼着老人家约朋友们上门下棋，那样他忙着在棋盘上厮杀，就不会想起催婚的事，孙辈的耳边才能清静。此刻兰老也坐在单人沙发上，他背靠着沙发椅背，闭目养神。可能是兰若若看爷爷的眼神过于专制吧，他老人家睁开了眼，有话想对爷爷说的。自己养大的孙女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他老人家都能猜到孙女想做什么。爷爷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占为有点不对劲？兰老呵呵的道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就算他真的不对劲，你都和他签了补偿协议，就得按照协议去做。若若，你当初怎么会当众叫占为老公，还打他一巴掌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和占为的斗争已经处于下风，就是从你那一声老公那一巴掌开始的。兰若若，我哪想到他会那么无耻，扯出这么多事来。当时谈了几个月才谈妥的项目，都要签合同了，竟然还被他截胡，我都气疯了。看到他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，误会了就怒气冲冲的找借口抽了他一巴掌。爷爷当时打他那一巴掌，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打的，那叫一个爽呀。兰老还是呵呵的，那是爽，一巴掌一时爽，现在麻烦是一大堆。兰若若小声嘀咕，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给他安排相亲，保证挑那些漂亮又性感的年轻女职员，让那些女职员主动点，就不信他是柳下惠能够坐怀不乱。不过我就是觉得他轻易就答应了我这个补偿的方案，愿意相亲还是1天2场相亲，这一点让我觉得心神不宁，总觉得又被他坑了。兰老说道，哪里不对劲？你能找到不对劲的地方吗？他一向不近女色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听过他的绯闻，他对所有女孩子都是一个态度。哦，对我不一样，他看到我不跟我互掐就浑身不舒服似的，看他对待其他女孩子时显得温润如玉，对待我总是气死我，跟我吵架。兰若若叹口气，童姐说我们2个是将最恶劣的一面给了对方。是这样，兰爷爷说道，童姐就是占为的堂大嫂吧？你看你跟占为是死对头，却跟人家的大嫂好得像姐妹，认识人家也没几天呢，就姐姐的叫了。你让爷爷说你什么好？哪怕海小姐瞧着是个帮理不帮亲的人，可她毕竟是占为的大嫂，是堂的大嫂，又不是亲大嫂，说不定她和堂兄弟们都是表面功夫呢。人都会有私心，别说童姐是她的堂大嫂了，就算是亲大嫂也不可能跟她一条心的，说不定最见不得她好的反而是她的亲兄嫂呢。放在其他人的身上，爷爷是认可的，但放在占为和他堂嫂身上，爷爷觉得不一样。兰老活了一把岁数，看人的眼光毒辣得很，我看得出来，海小姐是真把占为当成弟弟看待，而占为对他的堂大嫂也是真的尊敬有加，他们叔婶相处的如同亲姐弟一样，所以海小姐肯定会向着占为的。你以后呀，还是少和海小姐来往，别被人家叔婶加工卖了，都还在帮人家数钱。兰若若被爷爷这样说，脸红了。爷爷，我是那么笨的人吗？怎么可能被他们卖了？童姐就是过来旅游的，过几天便会离开阳城，
还能算计我不成？我就是喜欢他的一双儿女，那2个小家伙是真的很可爱。爷爷要是看到他的一双儿女了，也会很喜欢的。见过可爱的女娃子，我是没有见过那么飘亮可爱的小女娃的，恨不得将她抱回来自己养着。瞧，他的大孙女降智了，被对面阵营的人收了心，还是2个小孩子。若若，蓝老看着孙女问道：“爷爷问你几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”爷爷问：“我保证如实回答。你喜欢战维吗？假如今天真答应了战维的提亲，让你对他负责任，你愿意吗？”蓝若若愣住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喜欢战维吗？如果他真心想娶你，你愿意嫁给他吗？蓝若若张嘴想否认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的问话。他喜欢战维吗？不喜欢，他讨厌他老是跟他抢生意，又嘴贱得很，轻易就能激出他的怒火，不烧他一把，他都不甘心。如果他真心想娶她，他愿意嫁给他吗？他不知道呀，内心深处明白战维是个不可多得的，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。可是想到他和战维的关系，他又不敢去想那样的事。2家公司是对手的关系，这个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，除非蓝氏或者杨泰转行，但目前他们这个行业还是能赚钱的。他们谁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转行，不转行就会一直是对手，是对手就会针锋相对，怎么可能结成夫妻？结成夫妻的话，在外面针锋相对，回到家里还要吵吵骂骂的，那是日夜不得安宁呀。死对头的2个人结了婚，回到家里不可能不谈论生意上的事，同时又会防着对方，怕是睡觉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，防着自己说梦话，被对方趁机套了商业机密呢。蓝老也不催他，让他思考。良久，蓝若若回答了爷爷的问题。他说道：“爷爷，我承认战维是个好男人，值得我们女孩子托付终身，但他不适合我。我们家经营的与他公司经营的差不多一样，同行就是对手。如果他只是打工仔，那还好办，将他挖过来成为我们的人，那样我和他还能在一起。但他现在不是打工仔了，他是杨泰的老板，杨泰是在他的手里活过来的，他对杨泰有感情，不可能放弃杨泰。而我们是对手，是死对头，哪怕我们可能都有点欣赏对方，却不能成为夫妻。成为夫妻的话，我们都会防着对方会套取我们公司的机密，可以说睡都不敢睡一个房间，不敢同床共枕，就怕被对方套取公司的机密。爷爷不要想太多了，我和战维不可能的。蓝老竟然无言以对。孙女说的也是事实，除非战维放弃了杨泰，将杨泰的股份全都卖出去，他脱离杨泰，那样他和若若才有可能。若若是无法做出这样的牺牲的，因为蓝氏集团不属于若若一个人的。若若就算嫁出去了，她还是蓝家的女儿，战维就无法真正的信任她，所以能做出牺牲的人就只能是战维了。战维估计也不愿意做出那样的牺牲的。对于一个打工仔来说，能爬到今天这样的高位，算得上是事业有成，男人往往更看重事业。战维又怎么可能愿意为了蓝若若而牺牲他打拼了几年换来的成就？2个人的确是不可能在一起。蓝老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若若，你说的都对，是爷爷一时间想多了，以为你们俩能够在一起。若是你们能在一起，你是会很幸福的。若是战维愿意让杨泰融入我们蓝氏集团，成为蓝氏集团的一部分，你们还是有可能的，不过这个几率很小。”老人家又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不去想了。你们俩或许注定了只能当敌人，不能做夫妻，有缘无分呀。蓝老说完后想起了什么，又赶紧对孙女说道：“战维既然没希望了，那你还不去找张成？张成也不错的，他虽然不如战维，
确实与你最般配的了。蓝若若垮着俏脸说道：爷爷，你就非得把我嫁出去吗？我不想嫁人不行，我就一辈子待在你身边。嫁人有什么好？我现在这样多好呀。爷爷，我若是嫁的婆家不好，会被人欺负，过得也不开心，哪有在娘家当姑娘轻松自在呀？蓝老无语的道：现在爷爷还活着，你爸妈也还在，你不嫁人没什么，等我们都百年归天了，你一个老姑婆不嫁人，你的兄嫂侄儿女们能容得下你吗？钱再多，到你老了生病了动不得的时候，你的钱能自己照顾你吗？虽说有钱可以请保姆，但多少保姆使坏，欺负主家生病吞财产的多了去，到时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或者被毒保姆毒死了呢？就算你将你的家产都给你的侄儿女，指望他们照顾你，万一他们心肠不好，逼着你将财产先转给他们，等你转了财产，他们随时能弄死你。若若亲生的儿女有时候都靠不住呢，更何况侄儿女。只是相较于侄儿女来说，自己亲生的儿女会相对好一点。你不嫁人，爷爷死都不能瞑目，你难道想让爷爷死不瞑目吗？蓝若若无奈的道：行行行，我嫁，我找个男人嫁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张成，也是要当面向他道谢，请他吃顿饭，还得去给占为那个混蛋买10套新的西装。怪不得我揍他，他不还手，泼他酒，他也受了，在这里等着我呢。要不是我和他是死对头，我都怀疑他故意的，故意找借口让我给他买新衣服，那样他就有好几套新衣服换洗了。上次他只送了他1套新衣服的。蓝若若还记得占为想让他送几套新衣服给他的是，他给大哥买了几套新衣服，占为像是吃醋一样。蓝若若在爷爷的叮嘱下起身走了。他先给张成打电话，问张成有没有空，他想请他吃饭，谢谢他昨晚帮他封锁了消息，没有传的人尽皆知。虽然知道在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还是会有很多人知道的，只要没有当面说他，他就当他们不知道了。你没有不舒服？张成在电话里关心地问他，醉得那么厉害，头不痛呀？他喝醉过，最后第2天醒来，那个头呀，痛得他都想撞墙，太痛苦了。尝过了宿醉后的痛苦，张成也很注意，轻易不让自己喝醉的。我睡到自然醒，睡得好了，醒来后就不怎么头痛，还喝了1杯蜂蜜水，现在没什么事。你有空吗？出来吧，我请你吃饭，谢谢你昨晚帮我封锁消息。张成笑道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今晚没有时间，我现在外面没那么快回去，改天吧。对了，你昨晚没怎么占为吧？占为有没有找你算账？张成挺好奇这2个人最后怎么了的。不知不觉的，张成竟然开始成为吃瓜群众了。蓝若若已经出了屋，司机在屋门口等着他。虽说他酒醒了，但他还不敢自己开车出去，就通知了自己的司机。上了车后，蓝若若答道：我都醉了，我能怎么他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他说我占尽了他的便。咦，今天带着他的嫂子来我家里，居然说要向我提亲，让我对他负责任呢。张成，我妈都交代你了，让你看着我点，你怎么还让我去调戏占为啊？现在我在他那里理亏得很。张成想着那过程就觉得精彩，他笑道：你都醉了，我怎么劝得住你？你又力气大，挣脱了我的扶持，非要去拦占为的路。我也劝过你别喝那么多的酒，你听进去了吗？叫我出去帮你盯着占为，就半个小时。你喝醉了，若若，这件事真不怪我呀。蓝若若叹着气，我这次倒霉透顶了。